是华晨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Billboard Radio China。Ready? I listen all day. Come on, let's do it. I listen every morning. Oh, yeah, sounds great. 5, 4, 3, 2, 1. 10 questions. Hey, what's up, Billboarders? You're now listening to Billboard Radio China. 我是 DJ Benson. 那在今天的 Ten Question 现场呢，我们要电话连线一位最近我们 Billboard Radio China 华语 Top 10的冠军华晨宇。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花花。大家好，我是华晨宇。你好，很高兴呢，可以跟你连线呢。我想问，现在你人在哪里啊？我刚起床。刚起床啊！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香港跟华晨宇做电话访问的时候，其实是下午傍晚的时间，所以你刚起床，所以你每天都这么晚睡晚起吗？没有，因为我昨天我在弄一首歌，弄到了很晚。OK， 是，对，然后弄到了早上嘛。哇，是在写歌吗？对，在写一首歌。哇，那我们等于就是很快又要听到你的全新作品了。对了，这首歌已经写完了，然后应该是会很快2个月吧。2个月。那先代替歌迷说辛苦了。对啊，不辛苦了。但其实还好，我很享受的。但其实你本身你的睡觉的习惯是个夜猫子吗？还是你也喜欢在晚上写歌？也不一定。我写歌没有固定时间的。我有时候早上一起来一睁眼就会去写歌。所以其实你睡觉也算是就是也不定时，就是困了就睡了。对，完全就不考虑任何的时间问题，就是我能睡很久了。我觉得还是年轻啊，就是年轻就是能睡啊。就现在而且我主要是才从国外回来，然后时差还没有太调回来。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尤其你如果是从美洲或欧洲回来的时候，一般就是早上就是再睡的话，4点钟也会醒一下。对，下午也是特别困。对，对，会。没事，过几天就好了。那么其实说到这一次呢，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 Billboard 的采访了。其实呢，要恭喜你，就是你的单曲《齐天》呢，这一次也是拿到了 Billboard 音乐 V 榜，还有 Billboard Radio China 华语 Top 10的双冠军了，感觉如何？哇，双冠军！对啊，谢谢，当然开心啊！因为这个歌是我自己写的，因为我自己写的歌，如果有人很喜欢听的话，我就会非常开心。确实是，当然不喜欢听的话，我也不会不开心。如果不喜欢听，我也没事。但是喜欢听，我就会很开心。对，因为你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你看，你每一首歌对待这个歌曲的态度非常的认真。如果出去之后得到大家反馈是好的，就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我能感受到。对啊，就是因为毕竟是自己创作出来，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其实你说感觉会很不一样。你说到这个创作，我好奇的就是《齐天》这首歌曲，我听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很想问你，就是说你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写出这样的一首歌呢？因为感觉这首歌它的曲风就是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一些流行歌曲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怎么说，就是我在写《齐天》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我是从国外，我年初的时候在国外有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了3个月吧。然后我其实学了一些很多不一样的理念。我主要是学的是一些创作上的理念。然后当我回来创作这个《齐天》的时候，我首先是先看了这个《悟空传》这个电影的一个介绍，然后还看了里面片中的一些片段，然后因为这个电影还没上映当时，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
本身一开始其实片方有希望我写一首像我去年上一个节目叫《天籁之战》，然后这个节目我在里面改编了一首歌叫《齐天大圣》，等于是我重新作曲的一首歌。写的是《西游记》原著里面的孙悟空。是。然后看完《悟空传》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孙悟空跟《西游记》的孙悟空还不太一样，好像会改编的比较大。对，它《悟空传》它毕竟还是有一些属于改编版的一个《西游记》。没错。对，同样孙悟空的这个人物的色彩也不太一样。然后我就看完之后，我就决定要写这个，我就想写，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悲剧色彩在里面。就孙悟空这个人物。所以我就写的有点点悲凉。在前面。然后，但是他确实又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然后是一个敢于去闯的人。所以说他大闹天宫，他毕竟还是有热血的部分。然后我就加入了说唱，然后把它变得很有力量，然后会前后反差会还蛮大的。对，确实。然后就跟我去年的《齐天大圣》就不太一样。我去年《齐天大圣》写的就是纯粹就是很热血，就是在大闹天宫的感觉。然后那这一次就会，其实写完之后会更大一些。齐天这首歌会更大一些，因为它很悲。对，其实那个 rap 的部分的演绎，就是我听到的时候是非常的激昂。那录制的时候，自己的那个情绪的把握是怎么样的？对我来说，录 rap 好像其实有时候会比唱歌还要难，因为 rap 呢，就是它需要，虽然听起来感觉好像你只是在说而已，但其实它的每一个段落都是有不同层次的。你的情绪一定要有变化。所以我在唱 rap 的时候，这个里面齐天这个 rap 里面其实用了很多种层次，包括轻的力道的，包括重的力道的。就轻的话就会稍微的声音会收很多。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好像有点啰嗦。sorry。没有，其实录了几遍，因为我觉得其实 rap 的非常有力道，然后感觉其实很难，这个 rap 的很难呢，就是尤其是你这首歌，它对这个 rap 其实很费嗓，就是所以我说它会比唱歌其实要累一些，因为它用嗓的部分可能更多一些，就是你用了很多你的真声喉咙的部分。对，会用喉咙的部分。就其实唱流行乐本身就会用到喉咙，但你如果平时唱旋律的话，你多多少少还是会用喉咙会用一些，但是你还是会用丹田的力量嘛。对。然后但是 rap 呢，就是可能丹田也会用到，但是喉咙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比唱歌要多很多。要不然它出不来这个力度。再加上我写的这种 rap 呢，它是偏摇滚类型的，就是所以它需要很强的力量。但是比如说你会就是在你的歌曲里面，因为之前你的其他作品也有在 rap 的元素在，但是这种的演绎风格是你舒服的吗？舒服的，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因为其实我是2015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尝试的写说唱的歌曲。对，所以我写的第一首说唱是《异类》。异类。如果你不喜欢我的歌，请你闭上耳朵。我可以 rap 一段。对，因为这个歌它就是我当时写完之后我就非常喜欢。然后但是它也是我录过的 rap 里面最累的一首歌，因为这个可能也是第一首最厉害的。对，很累才唱的，就是但我很享受这首歌的现场，因为说唱歌曲其实最爽的时候是唱现场的时候，情绪的一个把握，对不对？对，他情绪，然后他可以直接的感受到现场的一个反馈。就是你可以那个震撼力可能会大于录音棚的感觉。所以我会很珍惜现场，然后而且我写的大部分歌都是为演唱会写的。就是对，有很多和歌迷互动的一个元素在。对，互动。因为我出道以来写的第一首歌叫 Why Nobody Fight， 这首歌就是纯为演唱会写的，大家来互动的那种很强。对，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刚刚说就是很多歌曲都是为演唱会写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歌曲在那个创作的，就可能只是在你的一个 idea 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想象了一个画面，就是说我要如何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要想写出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的歌，可以这么理解吗？也不，就是首先第一这当然有很多歌曲是先有一个画面，然后突然
根据这个画面突然来了，就灵感来了，旋律来了，然后呢，再开始写，配上我把旋律，我旋律来了就赶快记下来，然后呢，去钢琴上面把它配上和声，就是弹出伴奏来配这个旋律，然后呢，在这个旋律当然不是完整版的旋律，它是一个主题，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主题，很短的一个旋律，然后但是我把它配上和声之后，还是把它延伸下去，变成了一首完整的歌。等于就是由这个影像出发啊，对，比如说看到一幅画会有一个感觉，然后做一个梦会有感觉，然后看着大海会有感觉，然后像演唱会的话呢，也是演唱会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动机，就是我觉得我要写一个大气的歌来互动的，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去一想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就开始写，就有旋律了，脑袋里面就有旋律了，就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旋律。其实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说到你的齐天大圣，那么我想知道，就是从你去年的齐天大圣到今年的这首大热的齐天，两首歌曲之间，其实你认为有关联吗？齐天大圣跟有关联的，其实怎么说，就是它热血的部分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我没有让齐天变得很有现场感，因为去年写齐天大圣的时候，我是参加了一个节目，那这首歌呢，其实就只是专门为现场来写的，所以你能看到齐天大圣里面有很多的互动部分，有点像一个演唱会的感觉。但是齐天我没有加任何互动的东西，就是它纯粹是用来听，因为我不是为演唱会而写，而是为一个电影来创作，它最终大家听到是在电影院里面听到，所以我需要一个感觉，是一个让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尤其是片尾的主题曲，看完电影之后再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大家的情绪还在那个电影的结束画面里面出不来，这是我想要的一个感觉。太棒了，所以我没有把它互动，对。太棒了，我觉得其实就是跟你聊天，我觉得感觉你是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人，就是说你在每一首创作歌曲的它的可能刚起步的时候，你把它已经设定在那个场景，而再透过那个场景去进行一个延伸，并且让听众在不同的场景之内可以感受到你创作的那种意境和初衷在里面。对，但是这个所有的意境初衷都离不开真正这个故事背景的主题，离不开它的主题人物色彩。太好了，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了，我们马上来听华晨宇的这首《齐天》。那么听完之后呢，再继续跟他来聊天。日和月在重演，谁号令齐天？齐天断恩怨，爱与恨连成线，逃不出指尖，指尖天高远。问一句生死因果，生我有时为何期待我来如何，不解我活到一生里
不要走开，请继续收听我和 Benson 的专访，我是华晨宇。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为什么明天更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Billboard Radio China。这个假并没有，却不知它早已深入这个知识面的生活呀。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安排 Who are you looking to for 有 inspiration? 没有收过最窝心 I 的？ wanted to know just how close is this? Let's do it. Okay, so the questions are 10 questions. 好的，欢迎回来10 Question 的现场，我是 Billboard Radio China 的 DJ Benson。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华晨宇的最新的单曲《齐天》，而在现场继续有华晨宇跟我们来连线。Hello， 花花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欢迎回来啊！刚刚其实我们都在前一趴一直在跟你聊你的全新的作品。这个齐天刚刚也说到呢，你现在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有点时差，就是说明你刚刚是去了国外参加了真人秀的一个录制，对不对？对，参加旅途的花样。对，去到了，我看到去到有俄罗斯啦，有摩洛哥等等这些地方。其实这种类型的节目是你第一次的参与吗？不是，其实我在刚出道半年。就参加了一个旅行节目，花儿与少年，然后这应该是我第3次旅行吧，参加旅行节目了，对，所以我中间15年还参加过一个旅行节目，跟你还是挺有缘分的。对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还蛮喜欢旅行。因为我即使不上节目，我每年都会有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去国外，然后去待一段时间，然后呢去旅行这样。但每次去多久呢？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时间还没有固定，你比如说有去半个月，然后要不然就是也有短了1个礼拜的，然后最长应该就是我今年年初在美国待了3个月。但那时候公司也是放你去的。对，因为其实像我今年学习的时候，我是去年年中的时候，就决定要去国外学习了，所以我很早以前就跟公司有商量好，我说我想放假的时候放一个长假，想去国外好好学习一下，要不然我会觉得我很多东西快就是掏空了。我想学一些新的东西。对，我想学新的东西。对，你刚学完之后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对吗？3个月嘛，3个月跟不同的国外的音乐人接触，你觉得他们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或者是你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是觉得这个好像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然后我现在会了，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收获？比如说，其实我一开始学了很多种东西，包括唱歌，我有学习很多，一个是演唱方式，一个是说唱，一个是作曲，然后那其实在像我一开始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用不到，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呢？演唱有一些唱法，我学完之后啊，那种有一些是黑人唱法，因为黑人唱法呢，其实这种唱法我有点用不到它，所以我学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要学的，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东西，因为他的这个唱法用在我写的歌里面是怪怪的，有点不搭嘎，对吧？是吧 ？Hey bro，Hey bro，What's up bro？ 对，然后对，所以后来我又还在这期间还学了一个说唱，然后那我说唱后来也是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也试了一下，发现也不太实用，因为很有意思，就是美国的说唱，我学了很多那种节奏，就是节奏的运用，然后这些节奏变成中文很奇怪啊，对，就是这个，对但他用英文唱就会很有意思，很自然，他的那个节奏感就会很强，律动感也会很强，换成中文就很像在念，就是不搭，就很不搭，然后就会你听了会有点尴尬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就后来觉得我还是要研究一套自己的一个说唱的方法，
而不能纯粹的去学习外国人的那种说唱。中国还是应该要有中国自己不一样的东西。确实。后来我就决定还是没学，然后就去学作曲，然后作曲我学这个东西学的是感觉学到最多最受用的。其实像外国人他其实很注重有一个东西叫五声调式，但五声调式原本我以为的是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五声调式。五声调式最早就是来自于民族中国风，是就一听到五哆来咪嗦拉这五个音，这五个音是怎么唱怎么弹，它都是听起来像中国风。但是我上学的时候一直以为五声调式是中国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发现外国人很喜欢用五声调式就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热单，就是可能它都会运用到一些五声调式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好神奇。但是他们写完的五声调是听不到中国风的感觉，就是会很有国外的味道。包括他能用五声调式来写爵士乐，我都觉得蛮厉害的。然后我后来就主要就在学这个技能。可能就是给你开启了一片就是自己未知的音乐领域吧。对，因为这个领域我还挺有必要学习，就突然一下让我打开了，就是感觉哇，原来还可以这样，就是。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同的音乐类型的吸取，可能就会更加有借鉴的部分。因为我们可能生活在自己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对于其他类型的音乐可能没有那么了解，那去尝试去了解，就发现有很多的共通点，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你作为歌手，然后有很多的演出经验，然后再回到比如说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学习，变成一个学生，然后再学完了再回来去创作，是不是现在的感觉有点像是很多的能量现在等待着要去释放，要去跟大家透过音乐去分享？我当时在边学的时候就有尝试再去创作，然后但是我又不能去纯创作，那个很国外的东西，我最终还是要结合到我自身上的音乐，对华语的音乐风格。然后就比如说我当时我还在国外的时候，花儿与少年的那个今年的第3季就导演组就找我来写他的主题曲，然后当时我就正在学，然后我就直接就开始运用一些这种手法，然后来去放到这个歌里面。因为我住的地方是在海边，然后我每天就是一起来就面朝大海，然后呢就想象那个飞的感觉然后我就写了这个歌，就写了那个曲。是，其实跟你聊这么多之后呢，你也会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个音乐节 Summer Sonic。对，这一次是 Summer Sonic 首一次来到中国，那你也是表演嘉宾。现在有为这个国际音乐节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给自己的歌迷吗？音乐节我本身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氛围，因为我大部分的歌曲也都是偏摇滚类，对，所以歌曲的话我太多了，因为我感觉我写的每一首歌都可以拿到音乐节上唱，但是自己要编排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去安排那个节目歌单。我自己演唱会的时候，我也会把它办得像一个音乐节的感觉，哇，全程都是嗨的。我们的访问也是快到尾声了，可以跟大家也透露一下，今年下半年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有什么是大家可以期待的呢？首先，第一是专辑会，因为现在第4张专辑已经开始在去进行了，之后应该会在1个月左右会陆续的出新歌出来。今年10月中旬左右吧，会开我今年的演唱会，然后会在北京，歌曲应该会陆续就会在演唱会之前会先出来一些。太好了，那么其实今年就是大家可以期待华晨宇的新的专辑以及10月份的巡回的演唱会了。那也祝你在今年的所有的工作都是非常的顺利，因为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从美国回来之后，整个人已经是插满电了，现在就是要去释放的时候。对，谢谢，祝你一切顺利，谢谢。好啊，谢谢。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在香港继续见面啊，太好了。我还蛮喜欢吃香港的东西。好的，好，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也祝华晨宇在今年下半年可以顺顺利利的，然后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见面。也谢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拜拜。
被委屈别还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画笔或刺头，应该没说明我所有，哇哦，不找借口，懂的人自然能看透。没想辩解太多，别用外表解说我。不解不愿反驳，我拒绝只谈如果。我管你的感受。感受，我管你的感受，我管你的感受，我管你的感受。管你多怪罪，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Go。10 questions. Okay. 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为什么明天更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Billboard Radio China。这个嘉宾没有，却不知他早已深入这个知识面的生活。